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俄罗斯一名退休警察因为涉嫌猥亵了2名女孩，被愤怒的家长执行了私刑致死。原本人们以为这是一桩正义复仇导致的惨案，不料后续的调查却揭露出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反转。被家长打死的这个人叫德米特里·齐克瓦尔金，出生于1972年，居住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，是一名退休的警察。2020年8月20日，他的妻子的哥哥的前妻找他帮忙照顾2个小女孩，其中一个女孩是10岁，另一个只有3岁。3岁的女孩是德米特里妻子的哥哥的前妻的侄子的前妻所生的女儿，而那个10岁的女孩是侄子的前妻的酒友的女儿。这2个女孩被他们的妈妈放在德米特里妻子的哥哥的前妻家，哥哥的前妻没时间照顾，于是想把这2个女孩放到德米特里家。既然还有一层亲戚关系，于是德米特里就同意帮了这个忙，并将2个女孩带到了位于茉莉花花园的乡村别墅里过夜。这2个女孩为什么没人照顾呢？这是因为3岁女孩的母亲叫瓦莱里亚·杜纳耶娃，她组织了一次聚会，她的几个酒友都参加了，所以2个女孩没人照顾。不过她们并不想待在陌生人的家中，于是10岁女孩拨通了妈妈的电话。她的妈妈叫阿纳斯塔西亚·泰马索娃，因为热爱打架，所以被当地人称为泰森。据说连男人都打不过她。她的女儿对她说，德米特里摸了她腰部以下，并对3岁的妹妹也做了类似的事。现在2个女孩想要回家。正在喝酒的2位母亲非常愤怒，将这件事告诉了10岁女孩的父亲谢尔盖·查宾，他同时也是3岁女孩的母亲杜纳耶娃的情人。当时在场的还有另一位朋友米哈伊尔·伊万诺夫、阿丽娜·米哈伊洛娃。杜纳耶娃说服大家一起去教训教训德米特里，但是又不知道德米特里的家住在哪里，所以喊来了另一个朋友叫丹尼斯。他既是杜纳耶娃的朋友，又是德米特里的朋友，并且知道德米特里住在哪里。杜纳耶娃向丹尼斯诉说了孩子们的遭遇，他说想当面与德米特里问清这件事，希望丹尼斯能帮忙带路去德米特里的家里。于是丹尼斯答应了，开车将杜纳耶娃一行人送到了德米特里的家门口。他们踢开了院子的门，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德米特里的家。此时闻讯赶来了一位女人，她叫娜达莉亚·弗罗洛娃，是德米特里妻子的哥哥的前妻，就是她将2个女孩交给了德米特里。不过她现在已经将2个女孩接了出来，她试图劝阻这几个人不要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但是杜纳耶娃一伙人看到她的出现反而更加愤怒，明明将孩子交给了她一个女人，结果她就将孩子送给了其他人的家里，还是一个男人的家里，这才导致了猥亵事件的发生。所以矛盾不但没有被化解，反而被激化了。他们揍了娜达莉亚一顿，并将她绑了起来，还警告说如果她干扰他们复仇，那就杀了她。解决了拉架的娜达莉亚之后，米哈伊尔找到了德米特里的卧室，并在卧室里将他打了一顿。起初德米特里并没有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当他的鼻子流血后，米哈伊尔就停手了，还离开了德米特里的卧室。德米特里去清洗了脸上的血迹，但是随后几位家长和朋友再次冲进了卧室，将德米特里拖到院子里。他们用拳头用匕首殴打德米特里，甚至还用一根金属管从身体的后方插入了德米特里的体内。整个殴打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。当时2个女孩都在场，她们目睹了自己的父母殴打德米特里的全过程，既没有劝阻这种犯罪行为，也没有寻求帮助和报警，甚至在殴打结束后还偷走了德米特里的手机，又从他的手上撸走了一枚金戒指。后来在一家当铺里，他们出售了这些物品。双方的共同朋友丹尼斯，他对几位家长和朋友的行为非常震惊，但是他既没有叫救护车，也没有帮忙报警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殴打德米特里。几个小时以后，3位家长和他们的朋友带着孩子离开了。德米特里重伤躺在院子里奄奄一息，此时唯一还在场的人是娜达莉亚。她拿起了手机，但是并没有拨打救护车的电话，也没有报警，而是在救援的黄金时间里选择把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女儿。过了一会儿，娜达莉亚的女儿赶到现场，了解了事情的经过，这才决定立即呼叫救护车和报警。此时德米特里的伤势有多重呢？救护车里有一位女护士，她负责检查德米特里的身体，除了面部被毁容，体内还被异物插入。在她的从医生涯里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。随后
以心灵无法忍受为由，向医院提出了辞职。但是城市里最好的外科医生依然对德米特里进行了抢救，他们先进行了开颅手术，又对受伤的食道和肠道进行了手术，试图挽救他。可惜的是，德米特里的心脏最终还是停止了跳动。案发以后，行凶的3名家长和他们的朋友被警方逮捕，但是负责带路的丹尼斯和阿丽娜与调查机构签署了庭前合作协议，转做检方证人，协助指证其他几个人的罪行，当晚就被释放了。10岁女孩的母亲泰玛索娃说自己并没有参与打人，虽然证词上与其他人有出入，但依然被排除的嫌疑，也被释放了。而另外2名家长杜纳耶娃和查宾，还有前来帮忙的朋友伊万诺夫，成为了本案的3名被告。这个案件被称为德米特里·齐克瓦尔金谋杀案，是俄罗斯最近几年里最著名的案件之一。因为关系复杂、情节严重，双方都有疑点，引起了俄罗斯社会上的普遍关注。其中有不少人认为，虽然这3名被告犯了罪，但是情有可原，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孩子出头。还有些激进者将电话直接打到了德米特里的家人和娜达莉亚·弗罗洛娃那里，他们声称要继续为2个女孩复仇。德米特里死后，家里留下了妻子和2个女儿，其中大女儿18岁，小女儿只有10岁，他们都受到了威胁。调查人员建议这家人在庭审期间住到警方的安全屋里，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建议。他们坚信自己的丈夫和父亲是清白的，所以依然住在家里。不过娜达莉亚·弗罗洛娃她选择了去安全屋，一直住到审判的结束。从2020年10月22日开始庭审，一直持续了18个月，期间大量来自民间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官面前，要求释放被起诉的3名被告。那么这个案件，俄罗斯的法官会如何判决呢？会不会因为这3个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女儿而释放他们呢？如果2个小女孩真的被猥亵了，那么按照俄罗斯人的秉性，还真说不准会释放这3个人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在法庭上2个小女孩承认，她们只是跟自己的妈妈开了一个玩笑，德米特里并没有摸她们。其实早在案发的第一时间，调查员就对2个小女孩进行了体检，没发现她们身上有任何痕迹，所以一开始他们就怀疑这2个女孩是在撒谎。不过幸好他们在法庭上亲口承认了。那么当天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杜纳耶娃与泰玛索娃2个人并没有工作，却有长期酗酒的毛病。在2020年8月底的一天，他们召集了一群朋友在一起喝酒，而他们的女儿却已经3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。为了不影响他们喝酒，2个女孩被送到了朋友娜达莉亚的家里照顾，而娜达莉亚又将女孩转送给了德米特里照顾。德米特里不仅仅是一名退休的警察，他为人正直，而且自己也有2个女儿，所以他非常喜爱孩子。娜达莉亚告诉德米特里，2个女孩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。他马上去了杂货店，买了2包饺子，然后将女孩带回家，交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照顾。白天的时候，女孩过得很愉快，但是天黑以后，2个女孩想要回家，于是德米特里将2个女孩送回了娜达莉亚的家里。他担心2个女孩得不到妥善的照顾，还特意将2包饺子让他们带了回去，如果下次他们再饿了，可以自己煮着吃。而女孩们担心，如果让父母接他们回家，打断他们的聚会，父母一定会责骂他们。为了避免被责骂，10岁的女孩决定撒一个谎，转移母亲的注意力。于是她在电话里对父母说，德米特里对他们做了奇怪的事。事后他们说，这只是一个玩笑，而这个玩笑害死了德米特里。负责带路的丹尼斯还向调查员交代了另一个可疑的细节，让人们觉得本案的动机可能并不单纯。在几个人第一波打完德米特里后，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德米特里出一笔钱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。但是德米特里当面拒绝了，他不承认自己猥亵了女孩们，也不可能为没有发生过的事买单。所以这几个人将德米特里拖出了屋子，又进行了第2次殴打，并导致了德米特里的死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德米特里是冤枉的。在殴打了德米特里之后，几个人回到了家，此时他们的头脑经过这件事的刺激，渐渐的清醒过来。他们再次与2个女孩认证昨晚的事，而小女孩的回答开始模糊，他们承认这只是一个玩笑。于是打人者之一谢尔盖·查宾返回案发现场，查看德米特里的情况。
结果被附近围观的邻居抓到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殴打和折磨德米特里。而查宾回答说，当时没弄清楚，现在很着急。在听证会上，一开始谢尔盖·查宾否认了自己参与殴打事件，但又无法清楚地回答案发过程中他在做什么。随后查宾又请求德米特里的女儿原谅他。3名被告向法庭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来换取被释放，因为他们的家中都有年幼的孩子。德米特里的女儿没有选择原谅查宾，理由很简单，她和她家人的安全正在受到威胁。有证据表明，这些威胁来自于3名被告的亲戚和朋友。于是法庭决定延长被告的逮捕时间。2022年4月12日，法庭宣判米哈伊尔·伊万诺夫刑期19年，谢尔盖·查宾刑期15年。瓦莱里亚·杜嫩耶娃考虑到他有年幼的孩子，所以刑期减为10年零1个月。其他3人因转作证人无罪释放。那么这个案件虽然结束了，但究竟是谁的错而引发的呢？这里是俄罗斯要查，我用照片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